古代中国人抬头望向天空，第一个问题不是世界是怎么来的，中国人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来的。记载中问出第一个这个问题的人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屈原。屈原在《楚辞天问》中向苍天这样问道：女娲有体，孰至降之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女娲有形体，那又是谁创造的她呢？离骚是比较早记载关于女娲的，但盘古的记载要等三国时期才出现在《三五历记》中。所以说，中国人的思维里是先发现自己，才去发现世界的。女娲的神话基本上是一个母系氏族神话的集合体，有关于女娲神话的传说也不尽相同。今天丢丢就讲两个关于女娲造人的故事。关于人类如何是被神创造出来的，我已经说了很多种了。日本神话中，就是伊邪那美与伊邪那岐反目成仇之后，伊邪那美诅咒每天要杀死1000个活着的子民，而伊邪那岐则说我要让日本每天生1500个人出来。于是人类就在这两个神的诅咒与赌气中诞生了。要是想了解详情的话，可以去看以前的日本神话。希腊造人神话我们以前也说过，普罗米修斯在大地上用泥捏了很多的人，但唯一不同的是，希腊神话的神比较喜欢为难人类，要么是不给人类火焰，要么是发大洪水消灭人类。潘多拉的魔盒就是为人类而创造的。反正希腊神话就是一群闲得蛋疼的神在那里用各种方法整人类。其他神话体系里造人比较出名的就是基督教神话里的亚当与夏娃了。上帝创造了亚当，又用他的肋骨创造了夏娃，从起源一开始就拉开了男女的差距。也别说生男生女一个样，所有的神话里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都分了个3、6、9等。女娲是天地创造之后诞生的，传说长着人头蛇身。上一期老是有人在弹幕里问，为啥插画里的盘古长着尾巴呀？为啥盘古不是生下来就是2条腿啊？我都说了，盘古是1日9变，保不齐盘古还跟克苏鲁一样长着触手呢。这些上古的神只要变化，就肯定变化成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女娲更厉害，记载中盘古是1日9变，而女娲是1日70变，变来变去也可能变得有点无聊，就在水边照着自己的模样捏了个小人，没想到就活了。于是女娲就有了新的工作，每天都在捏小人，但她捏来捏去也烦呀，要让我天天做视频我也烦。于是女娲就找了个快点的法子，拿起了藤枝，蘸了泥水就甩了出去，这些泥点子落到了大地上，也就成了人。就这样，人在一开始就分了3、6、9等，女娲手捏出来的是权力和富贵之人，而那些摔出来的泥点子就成了平凡贫贱的人。不禁感叹一句，真是输在了起跑线上，大家都是泥，凭什么你比我好？当然这是封建的老思想，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，伟大的无产阶级才是光荣的嘛，毕竟泥点子要比泥人多。这就是女娲造人的故事。故事的结尾当然是人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，但到底怎么快乐，哪些人幸福了，这个故事书中还真没有说。以上这个故事是古籍中记载的，是有据可考的故事。下面这个女娲造人的故事，丢丢找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啥正统的记载，但这个故事流传也是很广的，丢丢也拿来在这里说一说。传说盘古开天之后就孕育出了各种的神明，神明里面有个神非常的坏，这个神就是雷神。女娲和伏羲的爸爸是个非常厉害的人，就把这个雷神抓住了，关了起来，就关在自家的后院里。突然有一天，女娲和伏羲的爸爸突然有事要出去，因为事发突然，于是把看守雷神的任务交给了女娲和伏羲。临走时，老爹对2个娃说，我走后不许跟这个雷神聊天，别给他吃的，我个把月就回来，记住我说的话。其实讲到了这里，估计看过狗血剧的同学都能猜到结果了。老爹走了之后，这个雷神就装可怜给兄妹俩看，求兄妹俩给口水喝。女娲和伏羲兄妹俩看他这么可怜，就给了雷神一口水，结果雷神就靠这口水恢复了神力，逃出了牢笼。跑出了笼子的雷神上来就拔下了一颗大门牙给了兄妹俩，说道，感谢你们，把这个东西种到土里能救你们一命。
然后就飞走了。女娲和伏羲兄妹俩就懵逼了，咋办？闯祸了。结果他俩就按照雷神的说法，把那颗大门牙种到了土里，结果长出了一根藤，开出了一朵花，结出了一个大葫芦。这时天空就下起了大雨，瞬时雨水就没过了他们的小腿。于是兄妹俩就把大葫芦切开，做成了一条船。接下来就是各个文明中都出现的大洪水了。大洪水直接把人类给毁灭了。等洪水落下去，天地之间只有女娲和伏羲还活着。这时候伏羲就对女娲说：“妹妹呀，天地之间只剩你我二人了，我们要造人啊！”女娲瞬间就脸红了：“哥哥，我们可是亲兄妹，不能这样啊！”于是就约定好让天做决定。于是他们两个在两个地方点起了火堆，火堆冒出来的烟如果交缠到了一起，那么他们就结为夫妻。结果两条烟果然纠缠到了一起，女娲感觉还是不好，于是他们又在两个山头同时推下来两个石磨，如果两个石磨滚到了一起，就结为夫妇。结果当然是你现在心里想的那样了，两个石磨果然重合了。于是女娲也没了法子，这是天意呀，天要你嫁，你不得不嫁。于是兄妹二人就结为了夫妇。后来女娲怀孕生了个肉球，对，是生了个肉球，是真肉球，不是像哪吒一样切开里面还有个孩子的那种，这个肉球是实心的。于是伏羲就把肉球剁碎，撒向天地之间，落在马上的就姓马，落到叶子上的就姓叶，落到钱上的就姓钱，幸好没有落到奇怪的东西上。基本上这个神话可信度不大，民间编造的可能较多，而且伏羲的神话要比女娲的神话要晚好多年，他们两个不可能是兄妹，祖孙都不可能。估计是父系文化占主导之后，硬生生的给女娲配了个丈夫。好了，不论怎么说，女娲造人是没有错的，和盘古开天一样，都是主流神话公认的神话。丢丢以前说过，神话是文明创造的故事，经过不断的流传而变成一个文明固有的特征。到了近现代，修仙小说和仙侠小说又把神话拿出来消费，导致现在有很多的人神话观都是修仙小说的那一套体系，什么混沌生青莲，青莲生盘古，盘古开天，然后巫妖大战，洪荒破碎之类的，然后很绚丽多彩，故事也很动听，但把它们当作正统的神话是错误的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。